凤凰网娱乐的网友们，大家好，我是本期的接线员，音乐剧演员郑云龙。加入爱豆电话局，想怎么聊就怎么聊。参加深入人心的初衷是什么？参加深入人心就是为了想推广音乐剧，想让更多人了解这门艺术。录制节目后，生活最大的变化是什么？越来越累了，越来越忙，就各种事情。比如说现在我要接受你的采访，原来从来没有这么多采访。如果面对完全不认识你的人，给你3句话的机会自我介绍，你会怎么介绍自己？我是一个音乐剧演员，没了。就只有这样吗？对，因为这是我的一个标签吧，也是我能向别人介绍的东西吧，因为我是一个就是当很多人面不是很善于表达自己的人。不会突出自己的名字吗？我倒没有说特意要去突出我个人的什么东西，从来没有这样想过，也没这么做过。其实是什么让你一直坚持着做音乐剧？因为热爱吧。我觉得你热爱一样东西是很容易让自己坚持下去的。从事这个职业开始吧，就从来没有想过要放弃。目前遇到最大的障碍和困难是什么？最大的障碍前期是因为接不到戏，因为那个时候没有那么多戏。其实我倒还好，因为我还是算挺顺利和幸运。后期最大的障碍就是塑造角色的问题，就是接很多大戏自己完成不了的时候，那个时候其实很痛苦的，就需要练习啊，需要逼自己啊，需要去适应很多大戏的强度。那现在困惑解决了吗？这种困惑是不可能解决的。因为这就要提醒你自己要不断的努力，不断的进步。大家看完节目后都说，原来唱美声小哥哥颜值和和声都那么的高端奢华，你对这个评价你想说什么？还好吧，我倒觉得还好，因为每个人特色吧，这是我们觉得36个人最大的特点，就是每个人都不一样，每个人的发光点，对，然后被这个节目给放大了而已。如果把音乐剧比作你的一件东西的话，它会是什么？物品，水，因为这个对我来说太重要了。因为到目前我挣的每一分钱都是音乐剧给我的，我吃的每顿饭也是，所以它对我来说意义就是这样。在微博上你说你更喜欢有趣的灵魂，以你对自己的了解，你自己算是一个有趣的灵魂吗？我觉得蛮有趣的，是吧，陈长？就我就是反正就是节目可能一开始给人的印象，我是个比较高冷的那种样子，其实我私下不是这样的。对，我喜欢有意思一点。今天跟私下有什么区别？有区别，就是我在接受采访，对，因为我有一点镜头恐惧感，就恐惧症谈不上，就是有一点这样啊。对，所以我就不说话了。所以我录节目时候话都不多。那你觉得高天鹤、阿云嘎、王希他们当中谁更有趣？都很有趣，咱们3个。其实我们这36个人其实都挺有意思的，只不过就是生活中很多面大家没有看到。对，很多东西也是因为每个人都有隐私嘛，每个人都有想隐藏的地方，也不是说我这个人完完整整的就所有的地方都想让别人见到，对吧？就是每个人心理想法都不一样。那私下之间成员会给对方起外号吗？外号我好像不多，反正组合名字特别多，这不都是网友起的吗？你知道你自己的吗？云家什么一家六口什么的，云次方深呼吸什么的。被大家称为一心搞音乐剧的90后老艺术家，你怎么看待这个称号？艺术家谈不上，就是老可能是快就越来越老了。在深入人心里，观众都说这节目最大的特点就是神仙打架，互相欣赏，没有那么多勾心斗角，你同意这个说法吗？对呀，这个是这样的。其实我就不知道神仙打架为什么会这么形容，反正我们生活中30多个人关系都特别的好，每个人互相鼓励。你看我们岁数稍微大一点的就会去经常就会鼓励一些像蔡彩他们这些公凡啊20岁出头的孩子，就希望他们越来越好吧，然后我们也吸取他们身上的优点，其实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包括在演绎音乐作品的时候，像那些比如说像琪琪啊、川子啊，他们就比较成熟的这些音乐人，都会给我们很多很有用的意见。
这是一件非常好的事儿。所以我说来深入人心最重要的是结识的这么多的好朋友。大家之所以说是神仙，就是说你们又有钱又特别帅。其实也不见得吧，可能因为这种人太多了。只不过第二季如果他们做第二季的话，会有更多的所谓的神仙会下凡。很多观众都说你们成员都是男模的身材，是真的这样吗？还好，个儿都会高一点，可能也就那样吧。我比较一般，就是有好的。那谁的身材最让你羡慕呢？羡慕身材最好。洪之光天天啊，对，洪之光是属于肌肉练的比较大块的那种。然后比如说嘎子也会练。那龚子淇啊，李相哲，其实李相哲是我觉得身材是最好看的。然后比如说于迪老师都非常好。大龙每次唱歌都很投入，到底是怎么做到的？那这是一个音乐剧演员的职业特性，就是这样啊。我这么多年学习的东西就是这样。然后我在塑造人物和在台上表演的时候都会这么投入，因为剧情需要和歌曲的需要嘛，这个规定情境是这么设定的，所以对，这是我的一个音乐剧演员的职业特性嘛啊。吹爆大龙的侧颜太好看了，我觉得还好。是音乐剧演员郑云龙。我觉得还好。为什么这么会撩？天生就会的吗？不会，这我也不知道，我也不是很清楚。不会，这我也不知道。这大龙，你笑的真的超甜，你自己知道吗？还好吧，对，还好。还好吧，对，还好。大龙喜欢什么样的女生？没有什么特定的对这个样子，反正看缘分吧。郑云龙人设崩塌最快就是你了，说好的音乐剧小王子，为什么表情管理走喜剧路线？爱的就在这里，永远不离开，而你会永远消失不见。演出的时候，因为没有特别注意表情的控制，因为是这样，我在电视上出现，在电视上表演的时候，是跟舞台不一样的，因为舞台要无限的放大，因为剧场很大，那我必须要让坐在最后一排的观众都能大约的能看清楚我的表情要传达出来的东西，所以一定是夸张的。那可能在电视这么小的屏幕放大会觉得有点奇怪，但是如果你走进剧场会觉得还 OK。如果你用一种电视节目的一种表演状态去舞台上唱歌的话，那你10排以后基本上就看不到你了，因为我们学的就是这样，所以这个是我也没有因此而去注意。对，第一次认识到 OS 是什么意思？就是内心感受。第一次意识到自己红了的内心活动是，没什么内心活动，反正，红不是我来节目的目的吧，可能就没那么多感受。很多人因为深入人心而喜欢音乐剧，郑云龙想说，非常感谢你们能因为这个节目喜欢音乐剧，但是我更希望你们能走进剧场，因为舞台能给音乐剧诠释的空间是太有限了，所以如果你们真正想体验音乐剧的魅力的话，还是要走进剧场去看。有粉丝说你唱嘴巴嘟嘟都是神仙下凡渡劫，你想说那看怎么看呢？那我既然要去演出的话，我肯定是认真对待的。既然来了，那我就做好自己，其他的我从来没想过。分别用一个词评价阿云嘎、郑云龙、高天鹤。阿云嘎老，我自己就不评价了。高天鹤，能说会道，平时会健身吗？没时间，我们都太累了，我们睡觉的时间都没有，哪有时间去练？因为每天我们7点半开始，10点是肯定就会结束的。那录节目不一定，7点开始，说不定第2天早上7点才结束。那你要怎么调整自己？没办法调整。你在是要出很好的效果在节目上。没办法保证，就是得控制睡觉，只能这样。